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旺仔小乔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这句话用在他身上，简直是量身定做。我跟大伙一样，也是眼睁睁看着他的粉丝数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从2000多万的高峰，短短10来天，哗啦一下就掉了400多万。现在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这些平台都把他给限制了。微博也说不了话了，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他花了5年时间，一步步爬到金字塔尖，结果呢，从神坛跌落，只需要不到半个月，这背后的一系列操作，简直就像一部高能连续剧，让人看的是目瞪口呆。咱们先到带回看一下，旺仔小乔是怎么火起来的。他就像一个神秘的宝藏，最初靠着独特的嗓音翻唱歌曲，视频里从来不露脸，要么是剪影，要么戴着面具，要么干脆用个表情包挡住。这种神秘感就像一层诱人的面纱，勾起了无数人的好奇心。他还特别懂怎么玩转流量，这可是现在网红的必修课。所谓的流量密码，就是指那些能快速吸引眼球、获得大量关注的方法。他就找准了一个点，跟各种大明星，比如张韶涵、周深他们，搞合作合唱视频，把明星们本身的光环巧妙地嫁接到了自己身上，播放量蹭蹭的往上涨。那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唱歌好听的神秘女孩。可好景不长，当他宣布要开演唱会的时候，风向彻底变了。开演唱会没问题，哪个歌手不想开呢？问题是他开的是蒙面演唱会，大伙儿想想那个画面，你花了好几百，最贵的票将近1000块，这价格都快赶上一线歌星了。结果跑去现场，人家全程戴着个面具唱歌，这不就像是开盲盒吗？你连台上唱歌的是不是他本人都得打个问号，万一中途换个人唱呢？咱们花钱买票，内场外场的区别，难道就是为了看得清他面具上的花纹吗？这操作说白了就是把粉丝当成了绿油油的韭菜，毫不留情的收割。这种行为我们通常就叫做割韭菜，意思就是利用粉丝的喜爱和信任来赚钱，而且吃相很难看。这事儿一出，网上瞬间就炸了锅。更离谱的是，有网友在直播里说了几句不好听的，他竟然当场就把人家的微信号给曝出来了，还煽动自己的粉丝去攻击那个素人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网暴。事后他还轻描淡写说什么微信号又不是不能改，这难道不是个人信息吗？还放话说你都没给我刷够100万，我凭什么搭理你？这话一出，简直是把傲慢2个字写在了脸上。他的争议还不止这些，翻唱别人的歌，这很常见，但你得尊重原唱吧。他翻唱鞠婧祎的《恋爱告急》，不仅不写原唱是谁，反而在歌词页上写着未经许可不得翻唱，搞得好像他才是这首歌的主人。后来又被扒出来，他坚持说张碧晨是年轮的唯一原唱。大伙儿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，我解释一下。年轮这首歌是音乐才子汪苏泷创作的，他和张碧晨是官方认定的双原唱，这是对创作者最基本的不尊重。你不能因为个人喜好就篡改事实啊。后来各种黑料就像连环炸弹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爆出来，什么他妈妈是失信人员，欠钱不还，什么他职场霸凌，让员工白干活还到赔钱，甚至还有人说他赌钱签约歌手的家门，断水断电。这些事儿真假咱们先放一边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但俗话说得好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这么多负面消息集中爆发，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面对全网的质疑，他发了一封道歉信。好家伙，这封信非但没能灭火，反而像是往火上浇了一桶油。有技术流的网友一查，发现这封信的重复率高达90%多，简直就是从模板里抄出来的，就改了个自己的名字。对那些最关键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票价那么贵，为什么不标注原唱，
为什么煽动网暴，全都避而不谈。这哪是道歉啊，这分明是敷衍，是把所有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。所以你看，他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被平台禁言，被粉丝抛弃，真的一点都不冤。这件事也给所有在聚光灯下的网红们敲响了警钟。粉丝的喜爱就像是水，能把你这条船高高托起，也能随时把你掀翻。你火了，有了名气，赚到了钱，这都是粉丝给你的，但你不能把这份喜爱当成你任性妄为的资本，不能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就骂娘。就像之前那个叫杨毛月的网红，一边享受着粉丝带来的红利，一边回头嘲讽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，说人家整顿职场，结果连职场都进不去。这种优越感爆棚的言论，让他一夜之间掉粉几百万。还有那个叫顾倩倩的，在直播里跟网友互怼，直接晒出自己日入几十万的收入，言语之间充满了挑衅和炫耀。结果呢，直接被全网封杀，账号清空，彻底凉凉。他们都犯了同一个错误，那就是忘记了自己是谁，忘记了这份名气和财富从何而来。在网络这个巨大的放大镜下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看得清清楚楚。任何缺乏敬畏之心，缺乏对粉丝基本尊重的行为，都可能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所以说，要想走得远，就得脚踏实地，拿出真正好的作品，守好自己的本分和德行，不然旺仔小乔今天的下场，可能就是无数网红明天的预告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